唉声叹气的，怎么不舍得儿子走啊？住的好好的，说搬就搬，怎么着不想跟我住啊？嫌我管他太多了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想多了。孩子都多大了？那在荆州的时候不也自个儿住吗？人住习惯了。听你这口气，你知道他为什么搬，对吧？赶紧说。还真是什么事儿都逃不过江警官的法眼啊！那是老刑警。那我跟你说，你不能跟儿子说我告诉你的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小陆医生最近遇到点问题，儿子就想着搬一个离他近的地方住着，相互有个照应，好事儿。那应该的。哼，都说了，女大不中留。我看这儿子呀，有了媳妇儿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指望不上。行，我洗碗去吧。你就口是心非吧你啊，偷着乐呢。这么早就出去了，是去上班吗？哎，程爷，邓曼的卷宗已经发给你了。好，谢谢刑警。我昨天和思涵去看监控了，那个凶手绝对是提前考察过那条路，他找了一个监控死角，把王倩倩塞进后备箱，转身就上了绕城高速。绕城高速，那个时间段不得有上百辆车经过，这怎么查？就是说呀，这筛查工作量查起来至少得1个月。你那边怎么样？哎，我那儿别提了，我为了找这个伪装邓曼的这个人，我都追到郊区了，但是因为监控的时间太长了，被覆盖了，线索就断了。陆医生，小陆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找江队？不是，我找你们。好。谢谢。陆医生，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发现，
邓曼跟王倩倩出事儿的地方是同一个。就是这里，我认识这个地方。谢谢你，陆医生，专门跑过来为我们提供线索。陆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您之前跟邓曼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两个好朋友都遇到类似的事情，您会不会也觉得之间有什么关联？我听说你最近见过邓曼是吗？对，我见过2次，他跟邓曼穿着一样的衣服，戴着一样的发卡，但不可能是邓曼。是的，邓曼案在8年前就已经结案了，所以我们对他的案件了解特别少。今天你也刚好过来，想问问你，邓曼还有什么亲戚朋友之类的，我们可以问话的吗？他身边应该没什么亲人了，在大学里面，也就是我跟堂姐，没有其他人了。那他会不会有一些你们不认识的朋友，或者说网友？我不知道。刚才刑局打电话给我说，你要了解一下邓曼的案子。对，我最近查了一个案子，我觉得跟邓曼那个案子可能有关联。邓曼当年不是您办的吗？正好我就过来问问你。你跟邓曼认识啊？我俩是一个学校的。杨叔，当年邓曼是自杀吗？邓曼死于溺亡。当时呢，发现尸体的时候啊，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。他身边呢，留了一封遗书。我们经过这个笔迹鉴定，这个字迹确实是他写的。当时呢，我们进行了走访调查，发现啊，邓曼死前情绪的波动很大，所以呢，当时我们就按自杀来定性这个案子。啊，现在来看啊，案子很简单，证据链环环相扣，完美闭环，没有什么疑点。哦，对了，邓曼死后5年，我们队里收到了一封匿名信。这个信说啊，邓曼不是死于自杀，让我们重新复查一下他的死因。那杨叔啊，这个匿名信的来源，这封匿名信是打印的，寄信人的信息我们查了一下都是虚假的，然后我们就又查了一遍，也没发现什么新的线索，所以结论还是自杀。那这个信里有没有提到他以什么依据怀疑邓曼不是自杀？有什么线索或者证据吗？这个人就写了这一封信，没有其他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当时啊，怀疑是邓曼的哪一个不甘心的朋友寄的。杨叔，邓曼当年的遗书上有没有写清楚他到底为了什么自杀？没有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他的这封遗书啊，字迹非常缭乱，很多语句都不通顺。大家判断了一下啊，应该是属于情感方面的问题。后来我不就退休了吗？这个案子啊，其实啊就成了我一个心结。嗨，咱们做警察的，心里啊总不想存点遗憾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既然来跟我了解邓曼的案子，
你是有心要查下去了。这样，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来告诉我，啊？放心，我一定尽力。好。谁呀？大钟，我呀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想我了？问点事。嗯，我同事。你好，你好。堂姐呢？屋里呢。媳妇儿，老姜来了。啊？堂姐。哎，你来，正好问点事儿。哦，好。喝什么？你俩？随便来点吧。嗯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啊？你好。你好。邓曼的事儿。哦。就是他当年到底为什么自杀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就记得那天他是跟陆烟一起出去了，然后陆烟一个人回来的。那您有跟陆烟交流，他为什么一个人回来了吗？没有。当时他那个遗书你看过吗？没看过呀。那个时候我和陆烟都请长假回家了，等回来的时候，曼曼的东西都已经被拿走了，宿舍都搬空了。他上学那会儿，谈没谈恋爱啊？有没有男朋友？啊，不能啊，没听他提过呀。他，你也知道的，就一直独来独往的。网恋什么的呢？都没有？喜欢的人也没有？网恋，应该也不能。他不是一直领助学金吗？过得很节俭的。大二的时候才攒钱买了个智能手机。除了我和陆烟，也没什么别的朋友。问完了，到我了吗？问你什么呀？你跟曼曼又不熟。老婆，你瞧不起谁呢？那上学的时候，隔壁宿舍有一男的喜欢邓曼，你俩知道吗？谁呀？就咱隔壁，学工程的，后来当导演了，叫吴强。就他知道咱俩谈恋爱，非让我帮他去跟邓曼要微信去，我还真去了。后来我要了，邓曼没给。你咋没提过呀这事儿？我说了，你说我那都狐朋狗友，还说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这人现在还有联系吗？有啊，前一阵我还找他帮我导戏呢。不过肯定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啊。就邓曼出事儿那阵儿，人家正在国外交换呢，后来回来了，人家交女朋友了，估计早把邓曼给忘了。那你说这些，我没说关键点的呀。就当时我不是帮他去要微信吗？去图书馆找邓曼，邓曼当时好像在等什么人。我就知道你会来啊！不是我，堂姐男朋友大钟，你记得吧？啊！我一哥们喜欢你，能加联系方式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想交朋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是你，不一定是喜欢的人啊，也许等朋友呢。哎，不是。那阵他不是跟你关系挺好的吗？老去篮球场看你打篮球。你别瞎说，哪是看我呀？那看谁？说这邓曼天天来，看谁来了？是我，滚一边去吧！你可真自恋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是来看老姜的。得了，那是陆烟的好朋友，瞎扯什么呀？他那会儿去看谁啊？不是你们不好奇他去图书馆等谁吗？来，兄弟们，同步一下信息啊！我刚跟江队去找了之前邓曼案件的办案民警，了解了情况。
据说邓曼死后啊，有人向警局寄了匿名信，要求重启案件。虽然现在咱们不能把汪倩倩的案子和邓曼的案子并在一起，但咱们可以先将邓曼的案子做一个复盘，看看从中能不能找到什么能用的线索。林浩，邓曼当年的遗书调出来了吗？我现在投屏上来。这份遗书当年就做过笔迹鉴定，确认是邓曼无误。老天爷仿佛很享受折磨我。我相貌平平，家世平平，学业平平，所以我就注定得不到想要的人生吗？我很想说我不恨你，但人生走到最后，我不想骗你了。是的，我恨你，你夺走了我唯一的光，我诅咒你永远得不到幸福。诅咒你的人生时时刻刻伴随着猜忌、背叛、痛苦，最终走向毁灭。师兄，这里面说到的这个你，会不会是他喜欢的人？这个不能确定。匿名信上没有指纹，没有地址，暂时没有更多信息。行。一鸣啊，你那边有什么线索？装载王倩倩的垃圾桶已经找到了，但是发现的时候有被烧过的痕迹，只剩下一些残骸了。行，联系一下技术部门，看看残骸上面有没有什么关键证据。好。这段时间啊，工作量大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有什么情况，及时沟通，好吧？都去忙吧。对了，强队，今天小陆医生来了。干什么呀？他知道了邓曼和王倩倩是死在了同一个地方，他想过来给我们提供线索。我们询问了他，邓曼是否存在其他社会关系，他表示也不知道。他情绪状态怎么样？状态还可以，我们本来很担心的。他说他可以的，他也想知道幕后的凶手是谁。我知道。进。沈局，那个我想去宁海大学图书馆调阅一下他们之前的借阅记录，您这边能不能帮我说一声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来联系吧。啊，那我这就过去了。啊，沈局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去。谢谢。曼曼好像没参加什么校园组织，该去哪儿找呢？文鹏啊，谢谢你今天回来做的这个演讲。等会会后啊，你可得多给同学们交流交流。怎么样，有时间吧？有，当然有时间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来了，这次还是托了您的福。哎呀，当年你可是医学院优秀毕业生啊！我是真没想到你这跨行跨得那么远，竟然跑到国外啊去读艺术管理去了。现在回来还开了经纪公司。是啊，当年的优秀毕业生还是您给我颁发的。你们那一届啊，我就对你和这个江成义啊印象最深。我还记得当年你们可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那几年包揽了学校里大大小小比赛的前2名啊。文鹏，那我先去忙。那校长，待会儿见。哎，待会儿见。文鹏师哥，师哥，这边都准备好了，咱们进去吧。哦，好。同学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些是涉及到同学们的隐私，我怎么能随便把他的个人资料给你看呢？我真的是他好朋友，你可以查我资料，我是14级的。我相信你，但是呢，这是2码事。
要不你向校长申请一下，如果他同意，我就给你看，这样行吗？你好，你，我是江成义，跟你们校长打过招呼，过来调下资料。哦，对，今天早上陈校长打过电话。行，那你跟我进来吧。好。你也过来查他们资料。跟我一起吧，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我也需要你帮忙。谢谢。除了档案上这些联系人，你知不知道邓曼有没有其他的亲戚或者好朋友什么的？我知道的就这些了。我前面跟当年办邓曼案子的这个警官聊了一下，他们说在19年的时候，警局收到过一封匿名来信。匿名信？所以你觉得邓曼的身边有谁可能会寄这样的匿名信？我不知道啊。《广岛之恋》这本书你有印象吗？广岛之恋，没有。从15年的3月份到10月份，邓曼连续借这本书借了6次，每次都是几天。最后一次10月19号没有还回来。这本书对他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我真的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忙，没有时间看课外书。那他把这书借哪儿去了呢？曼曼这么喜欢这本书，我为什么没听他提过呢？他一年借了那么多次，要么就是非常喜欢这书，要么就是这书有其他的意义，或者是用途。什么用途？比如说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信息，或者他也可以用这个书去传递信息啊。陆燕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。汪倩倩的死跟你没关系。那凶手抓到了吗？邓曼、汪倩倩都是你的好朋友，然后他们俩又死在同一个湖里，我觉得这件事太巧了。你最近一个人小心一点，注意安全。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你不想面对我，但是我也真的不想看到你一直在这个状态里面。好好调整调整，从这个情绪里赶紧走出来，好吗？案子的事儿有我了。
那天什么情况啊？你再说一遍。哦，那天都晚上12点多了，我都睡着了，然后一个人进来说要买七福丸。一个陌生人买你就敢买，不怕他举报你啊？我当时是有点担心，但谁成想他直接给我拍了2万块钱，你不要害死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冤枉政府，我可没杀人啊，我就是个卖药的我。谁说你杀人了？那天来买药是几个人啊？1个人。那除了外貌，你还有什么能够描述的清楚的特征？哦，对，之前也有人找我买过，他们买的是听话水，但谁知道他一进来要七福丸，我当时都懵了，我没反应过来。你看看，仔细看。不是，哎，好像也是他。我就记得他眼睛大大的，头发也特别像，个子有个1.6米多。哎，反正没有女的在我这儿买过这东西，我印象特别深。这样，你让那个画师先根据他的描述把画画出来。好。江队，哎，谁呀？来，师兄，江队，什么呀？正准备去做个比对，是刚根据老板口供描述画的，是个姑娘，身高1.6米，很瘦，熟悉麻醉剂，估计有医学背景。抓紧比对吧，既然这个案子有突破口，那就把劲儿都使在这上，往深了挖。明白。行，先去了啊，走。周教练是要大家充分拉伸。周教练是咱们学校10几年的体育教练，天台的准没错。曼曼当年选修的是排球，她会不会在排球课上认识了其他朋友？好了，今天到此为止，辛苦了，下课。周教练，你是陆烟对吧？您还记得我呀？你以前是啦啦队的吗？我有点印象。我能问你个事儿吗？你现在方便吗？我太太一个人在家，需要照顾。虎姑马上要上班了，不会耽误太久的。那你要不介意的话，你跟我来吧。刚煮的鸡汤，胃口。刚煮出来还有点烫，先放一会儿啊。外面来了个学生，我陪他聊一会儿。有什么事儿，阿玲叫我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周教练，能理解。我们学医的更明白，这么长时间照顾一个人有多难。说到底，也是因为我。15年前，如果不是因为我发烧，他去给我买药，他就不会出那场车祸，就不会瘫痪在床，连话也说不了。还是我欠他的。不说我了，你想问什么？啊，周教练，您还记得邓曼吗？记得。
内向的一个姑娘，也是你们医学院的吗？对，您还记得他报名了你们的排球课吗？她的事儿，警察来找过我，我有印象。那您记不记得他上课的时候，身边有没有什么走得比较近或者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呢？这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有暗恋的人。暗恋？一开始，他只是经常来篮球场看我们训练。但是你也知道，那帮男孩只要场边坐着一个女孩，就心神不宁的。有一回我就说了他。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？很快，江胜一就走了。邓满一个人在原地哭了很久。我觉得可能是他跟江胜一表白被拒绝了吧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瞎猜的，没有什么根据。先走了吧。哦，没事，周教练，我也该走了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了。那你慢走，我不送了。嗯。量的差不多了。来，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。到家了吗？师哥。陆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今天
也没什么事儿，回学校走走。你呢？陈校长叫我做个讲座，刚刚结束。本来想说看看周教练，但他说他在照顾师母，说今天就算了。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没有啊。那要不我们一起吃个饭？哦，不吃了，我今天没什么胃口。那我送你回去吧。啊，我车刚好在那边，现在也不好打车，刚好我也顺路。谢谢。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犹豫，要不要去你家找你。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，你都没有接。我知道你还在因为倩倩的事情而伤心。我跟韩院长、唐杰还有大钟一直都有联系，侧面的了解一下你的情况。我觉得你跟他们在一起会比较好一点。我到家了，先回去了。陆燕，你知道你在大学的时候给我留下个什么印象吗？那个名称怎么说的来着？一个菜鸟卷王。菜鸟卷王。虽然很多方面他都很菜，但是一直很努力、很勇敢，自己卷自己。我不相信命运可以打败一个菜鸟卷王，我相信你可以放下过去的人和事，重新开始。我知道，但我觉得可能需要时间，因为那天晚上倩倩一直给我打电话，我确实没有接到，我觉得愧疚。你不懂。我懂，真的，我真的懂，因为那天晚上他也在给我打电话，他跟我道歉，说很抱歉没有来我的首映礼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如果那天我多给他几张票，或者打电话的时候多跟他聊一些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我跟你一样，我也很愧疚，很自责。你说的对，如果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人，他是不懂的。所以我理解你。吴言，往往很多事情能改变人，人改变不了事情。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如果你心里难受，你需要帮助的话，你可以联系我，我一直都在。我知道了，我先回去了。